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这辈子是不是总在等机会，等发财，等升职，等缘分，等好运，等转机？可为什么有的人越等越顺，有的人却越等越废？为什么有的人一着急就翻车，一贪心就倒霉？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很努力，却总是事与愿违？答案全在戌卦里。戌卦排在屯卦万物出生蒙卦启蒙教育之后，意思再明白不过。生命有了，心智开了，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满足需求，学会等待，修养自己。这一卦是人生的刚需课，是等待课，是修养课，更是风水改运、术数趋吉的实战课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道武阅览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易经的第5卦水天戌卦，从卦象、易理、哲学、风水堪舆、术数实战、人生应用，从头到尾聊一聊。这一卦讲的是华人几千年来安身立命、趋吉避凶、求财、求事业、求家庭、求健康的根本智慧。为什么戌卦是人生第一必修课？先打破一个误区，很多人觉得易经仅仅是算命占卜。易经是中国人最古老、最实用的人生教科书，是宇宙规律、人性规律、环境规律的总结。戌卦的戌字不只是需要，它藏着3层通天智慧。戌必须、刚需，生存成长离不开；待等待，时机不到，强求必灾；养修养，养身养心养德养运。孔子在易经正史里直接点透，戌者求也，阳求于阴，明由求于物也。人是阳气，精神道义内心，万物是阴气，物质资源外界。人活着必然要向天地向万物求资源，求生存，求发展，但怎么求决定了你一生的吉凶祸福。乱求、贪求、强求就会变成争，变成讼，就是打官司、矛盾、灾祸。守正求、耐心求、节制求就会变成虚，变成吉，变成顺。这就是为什么戌卦之后紧接着就是讼卦，需求得不到正确对待就会变成争斗，争斗得不到化解就会变成诉讼。所以戌卦教我们的不是不要追求，而是要如何正确追求；不是不要欲望，而是如何节制欲望；不是不要行动，而是如何等待时机。这一卦对现代人太重要了，现在的人太急、太贪、太躁，急于赚钱，被骗、踩坑、走歪路；急于成功，透支身体，家庭破裂；急于求成，人际关系紧张，矛盾不断；急于享受，放纵欲望，灾祸上门。戌卦就像一盆冷水，浇醒你，人生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需要时间酝酿，不能急，不能抢，不能贪。守正道，有耐心，懂节制，该来的自然会来。下面我们从卦象开始，一步一步拆解。戌卦卦象，水在天上，等待甘露，这是风水术数的源头。戌卦卦画是下乾上坎水天戌，下卦乾卦3阳爻，纯阳刚健光明，天内心阳气金西北君刚，上卦坎卦一阳现2阴，水云危险险阻外界，阴气水正北险至。戌卦的象意是自然之象，云上于天，待时而雨。古人观天象，云气升到天上聚而不散，但还没有变成雨落下，这就是戌。地上万物干旱盼雨，不能催，不能急，只能等云气足够，时机成熟，雨水自然降临。风水的核心，乾为天，为阳，为刚，为生气、旺气、正气；坎为水，为阴，为险，为财气、润泽、流动、煞气。水在天上是待时之水，润泽之水，未发之水，对应风水，旺气一聚，时机未到，不可妄动，动则犯煞，静则聚财。卦数4阳2阴，阳多阴少，以少为贵。戌卦6爻，初九、92、93、95是阳，6、4、上6是阴，4阳2阴，阳多阴少。易经的术数核心规律是物以稀为贵，以少御多。阳爻多代表百姓、阳气、精神、刚健；阴爻少代表君王、阴气、物质、滋养。寓意是人阳多，资源阴少，所以人必须等待资源，必须节制需求，必须修养自己。这就是供需平衡的天道规律，供小于求必须等待，供大于求才能享受。卦意是反阳从阴，生阳为本，风水声旺的核心。
天是纯阳，纯阳只能生不能养，天能生万物，但不能养万物，必须加坎水阴变成虚卦才能滋养万物。风水看运的核心口诀：纯阳不生，纯阴不长，阴阳相济，生生不息。阳宅全阳、全亮、全刚，无水位，就会燥凶不聚财，人丁不旺；阳宅全阴、全暗、全湿，无阳位，就会寒病灾，人丁衰败。虚卦阳在内，阴在外，刚健遇水，待时生阳，最吉之局。卦得内刚外显，刚健不陷，是术数避凶的核心。湍传虚也，显在前，刚健而不显，其意不困穷矣。内刚，内心强大，意志坚定，有底线，有实力；外显，外界有困难，有风险，有阻碍，有煞气。刚健不显，内心刚健，不被外界危险困住，不被煞气侵蚀。术数应用，占卜得到虚卦，主有实力有机会，但时机未到，前方有险，不可冒进，等待则吉，冒进则凶。虚卦核心字义：虚、徐、带养，这是人生、风水、术数的总纲。在古文里，虚带养同源同义，我们拆成了4个字，字字千金。需要分清真虚与假虚，这是改运的第一步。什么是真虚？刚虚则吉，饿了吃饭，冷了穿衣，困了睡觉，健康、平安、尊严、家庭和睦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合乎中道，合乎天道，这便是真虚。什么是假虚？就是过度贪欲，就会凶，暴饮暴食，奢侈浪费，贪得无厌，放纵情欲，攀比、嫉妒、算计，超过了生存所需，违背了良心，违背了规律，这便是假虚。风水应用真虚，阳宅必备采光、通风、水位、床位、灶位，刚需布局则吉。假虚，阳宅乱摆奢侈品、尖锐物、凶器，过多镜子、过多水井，贪欲布局则凶。术数应用，八字身弱，需印星生身是真虚，不印则吉。八字身旺，还谈财官是假虚，贪则灾。虚必须，人生必须守得道，风水必须守得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欲望，是生存、成长、改运的必须。必须坚守诚信，必须坚守中正，必须守节制，必须等待时机，必须修养自己。风水铁律，必须坐北朝南正阳，必须背时面空靠山，必须水火既济，燥与水不冲，必须阴阳平衡，不燥不寒。当然，生活在南半球的朋友们可以坐南朝北，这些规律违反必灾，遵守必吉。等待不是躺平，是风水聚气，术数待时。大多数人的失败不是不努力，是动得太早。虚卦的等待是主动等待，积极许事，不是消极躺平。风水里的聚气，气为聚旺动，则散气破财有灾；气一聚待时，则旺气发财则吉。术数待时，大运未到，强求则徒劳有灾；大运一到，行动则事半功倍则吉。养、修养、养身、养心、养德、养运，这是最高级的改运方法。大象传，君子以饮食宴乐，不是吃喝玩乐，是养身体、养心情、养品德、养运气。养生是不糟蹋身体，健康是一切的基础；养心是不焦虑、不急躁、不嫉妒、不怨恨；养德是守诚信、守善良、守正道；养运是聚气、守正、待时，运气自然来。最高的改运法，小运靠风水，中运靠努力，大运靠修养。虚卦告诉我们，修养自己是改运最快、最稳、最长久的方法。虚卦卦辞：有福、光亨、贞吉、利涉大川。卦辞只有10个字，是虚卦的灵魂，是吉凶总断，是改运总口诀。有福，内心有诚信，彼此相契合，这是改运的根基。福是诚信、信任、真心、契合、阴阳相应，对自己不欺骗，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对待他人守诚信，不坑人不害人，对待天地顺应规律，不逆天而行。风水中阴阳相应，气场和谐，人宅相符。术数里卦象相应，用神得地，占卜必准。
孔子说：“有福者，相得而相应，有和而有成。诚信是做人的底盘，是改运的根基。无诚信，风水再好，术数再精，也走不远；有诚信，风水一般，运势一般，也能慢慢变好。光明坦荡，万事亨通。这是风水的光明局，术数的亨通局。光明，阳光，正大光明，阳气，旺气。亨通，顺利，无障碍，流通，聚气。风水核心，光明生旺，阴暗生凶。阳宅采光充足，阳气旺，就会人健康，事业顺，财运好。阳宅阴暗潮湿，阴气重，人就会多病，事业受阻，财运差。在人生中，心术正，路子就正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没有灾祸，没有阻碍。很多人不顺，不是运气不好，是心不光，心里藏着算计、嫉妒、贪婪，路越走越窄。真吉，坚守正道，必然吉祥。这是风水的守正局，术数的真吉局。真，坚守中正正道，不变节制。吉，吉祥平安好结果。真有3层意思：守正，不做坏事，不违法乱纪，不违背良心；守中，不极端，不偏激，饮食有节，欲望有度；守恒，坚持到底，不半途而废。在风水中，布局要守正，不搞歪门邪道，不摆凶煞之物则吉。床位守中，不冲门，不冲窗，不背空；灶位守正，不水火相冲，不被路冲；财位守正，不压不污，不外漏。在术数中，占卜得真主坚守正道，不变通，不妄动则吉。求财守正财，不贪偏财则吉。求官守正道，不搞阴谋则吉。求姻缘守真心，不玩弄感情则吉。立设大川，敢于闯险，必有成就。这是风水化煞局，术数破局。设大川，渡过大河，跨越险阻，面对困难，化解煞气。坎为水为险，谦为刚健为舟。内心刚健，面对外在的危险，不仅不害怕，还能顺利度过。风水应用，面对路冲、尖角煞、天斩煞、水火相冲等凶煞，内心淡定谦刚，布局化解坎水。刚健不陷，化煞为权，化险为夷。人生应用，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总有困难、挫折、风险。只要你有诚信，守正道，内心刚健，再大的险都能过去。等待不是躺平，是积蓄力量，准备度过大险。卦辞总结：做人有诚信，做事光明正大，坚守正道，不放松，面对困难敢担当。这就是虚卦的人生智慧，也是风水改运、术数趋吉的总纲领。彖传，虚卦的底层逻辑：险在前，刚健不险。彖传，虚也，险在前也，刚健而不险，其意不穷矣。卫乎天位，以中正也。立设大川，王有功也。险在前也，人生处处有险阻，风水处处有煞气。我们想要得到需要的东西，前面一定有困难。想赚钱，克服辛苦、竞争、风险、破财煞；想要成才，就要克服懒惰、迷茫、挫折、五鬼煞；想要幸福，就要克服矛盾、自私、欲望、口舌煞。风水铁律：无宅不煞，无地不险。关键在于化解，在等待，在守正。没有完美的阳宅，也没有完美的阴宅。有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懂化解，不懂等待，硬闯硬拼。刚健而不陷，内心强大，不被困难困住，不被煞气侵蚀。下谦刚健，内心强大，意志坚定，百折不挠。危险在前面，但内心刚健，就不会陷入困境，不会绝望，不会放弃。风水心法：人宅相符，感通天地。人刚健，宅之煞气被人压制；人懦弱，宅之煞气乘虚而入。所以改运先改心，内心强大比任何风水布局都重要。卫乎天位，以中正，站对位置，守好中道，这是风水位理的核心。虚卦的九五爻是天位、君位、中正位，全卦最吉。站对位置，不越位，不缺位，守好中道，不偏不倚，不过不及。风水位理重中之重。西北谦位、家长位、天位、财位，易静、易实、易吉，忌空、忌污、忌煞。正北坎位、水位、智慧位、桃花位，易柔、易润、易静、忌燥、忌冲、忌凶。中位客厅、中堂，易明亮、易宽敞、易聚气，忌暗、忌窄、忌散。
位置对了，事半功倍；位置错了，事倍功半。王有功，主动等待，必有收获。这是风水代时，术数应期。丽舍大川，王有功，等待中准备，准备中行动，时机到，立刻行动，必然成功。术数的应期，占卜得虚卦，应期在水日、水月、冬季、北方，时机到，行动必成。等待不是消极，是积极许事，时机不到，不妄动，时机一到，不忧郁。大象传，君子以饮食宴乐，最朴实的修养，最实用的风水。象传，云上于天，虚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。这句话被很多人误解，君子怎么能吃喝玩乐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是虚卦最接地气、最实用、最养生、最改运的智慧。饮食是养身体，健康是最大的风水，最大的运。孔子说，饮食以养其体，人活着首先要吃饱穿暖，照顾好身体，不爱惜身体，再大的志向，再多的钱，再好的风水都是空的。这是健康的风水。厨房，养生之本，宜干净，宜明亮，宜水火既济。餐厅，宜整洁，宜温馨，宜聚气。即厨房脏乱，餐厅阴暗，暴饮暴食，饮食无节。宴乐，养心情，心情好，运气才好。孔子说，宴乐以以其情。适当的娱乐、放松、快乐，不是放纵，是调养心性。心情好，身体好，气场好，运气自然好。心情差，身体差，气场差，运气自然差。这是心情的风水。客厅宜温馨，宜舒适，宜有生机。卧室宜安静，宜柔和，宜温馨。即客厅嘈杂，卧室压抑，过度娱乐，玩物丧志。饮食宴乐的正道，有节有度，不纵欲，不奢侈。心情的风水不是暴饮暴食，不是奢侈浪费，不是沉迷享乐，而是饮食有节，不饿过头，不吃太饱，清淡健康。宴乐有度，不沉迷酒色，不贪玩丧志，适可而止。风水的核心，适度为吉，过度为凶。水井适度招财，水井过多破财、烂桃花、病。灯光适度旺运，灯光过多躁凶主是非。大象传总结，先养好自己，再成就大事。先满足基本需求，再追求更高理想。这就是虚卦的养生之道、改运之道、人生之道。下一期我们继续拆解虚卦6爻代表的人生从低到高、从浅到深的6个等待的阶段。这里是道我阅览，带你通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